首飞仅7年，日本首架国产客机就因下线惨遭拆解。为何日本会在民航制造业遭遇滑铁卢？三菱支线客机的遭遇又能给中国怎样的启示？中国应该如何发展好 C919 客机？民航客机制造作为需要大量技术积累的产业，被誉为工业上的皇冠，长期以来都是被欧美老牌工业国家所垄断。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不断有挑战者向着民航客机制造发起挑战。而在这过程中，我们也能深刻体会到民航制造业究竟有多难。日本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近日，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日本著名的三菱重工公司几乎停止了区间客机 SpaceJet 的发展计划，并且正在考虑将冻结三菱支线客机的业务。不仅如此，随着三菱重工开始出售飞机制造车间，过去已经造好的三菱支线客机，其下场也变得凄惨起来。近期就有日本网友拍到一架停靠在名古屋机场的三菱支线客机，有工作人员正在对其作业，而飞机的机翼处发动机与襟翼已经被拆解了下来。这架飞机在未投入运营前，其命运很可能是被彻底拆解。要知道，三菱支线客机从2015年首飞开始计算，到如今也不过7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三菱支线客机计划惨遭滑铁卢，如今被迫下线，甚至惨遭折翼，也是让人唏嘘不已。提到日本制造业，相信很多人愿意称之为制造业的神话。过去，日本制造的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比如众所周知的日本新干线高铁，其影响就长达半个世纪，一度被捧为神迹的日本制造，为何在民航客机领域遭遇惨败了呢？可以说，此次三菱客机的遭遇，是日本制造业所面临的困境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极大的打击了日本制造业企业的信心的。据了解，三菱支线客机此前是叫 MRJ 支线客机。这架客机的诞生还与中国息息相关。为什么这么说呢？早在2008年的时候，中国首架支线客机 ARJ21的成功试飞，让中国民航客机走向国际的舞台，在国际工业的舞台上，而这个举动直接引起了日本的注意。要知道，日本作为交通领域的亚洲先锋，怎么会甘心被中国抢走了风头？在此前的中国媒体报道中说到，中国的 ARJ21客机立项于2002年，并计划于2015年交付。满怀自信的日本心想着，中国需要6年造出飞机，直到交付还要用13年。那我们日本作为亚洲交通领域的领跑者，岂不是用5年就能交付一架 MRJ 客机吗？于是，三菱重工将计划于2013年交付支线客机。作为日本首架国产民航客机，从立项到交付只有5年，三菱重工到底能不能顶着重重困难完成交付呢？民航客机制造难度非同一般，不但成本高昂，各种需要的材料与设备也是五花八门，几乎等同于所有制造业领域需要的技术，因此挑战性极大，能做起来的国家也是寥寥。于是，三菱重工在前期就为了 MRJ 客机投入了上亿美金，并找来了拥有全球最大的客机制造商美国波音来帮忙。在日本财力和美国技术的加持下，很快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也吸引了第一批购买 MRJ 客机的客户。很快，三菱重工迎来了第一次打脸，因为在后续的设计里，由于时间紧迫，日本人发现客机在测试的环节就频频遇到困难，零件多次出现故障，一直到首架 MRJ 客机下线，问题还是无法完全得到解决。直到2017年，日本人发现自己前期投入的6000亿日元已经消耗完了，但心有不甘，还是硬着头皮再投2000亿日元。很多客户也正因为客机和计划交付的时间有了落差，很快都纷纷取消了订单。可以看出，绝非民航制造这么简单。不仅如此，和日本合作的美国波音公司在2019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空难事故，也间接地影响到了三菱客机。事后受到波及的三菱重工连忙给自己的 MRJ 客户改名为 SpaceJet 客机，而万没想到的是，三菱客机竟对美国波音公司背后捅一刀。据了解，专门负责三菱公司提供化学材料的日本材料企业东丽公司突然宣布了停止三菱支线客机生产重要的碳纤维材料，给出的理由是三菱公司的客机一直在延期交付，以及无法确定生产的利润。但日本人调查了发现并非这么简单，很可能是美国波音公司以和日本东丽公司业务上的来往威胁日本东丽公司停止了与三菱公司的合作。
在波音收购了巴西航空的支线客机业务后，此后日本三菱公司和美国波音公司不再是昔日的队友，而是竞争对手了。不久后，日本三菱公司的2020年财务报表中已经有了高达527亿日元的净亏损。此时，全公司的财务状况出现了极大的问题，已有资产抵不住现有的负债了。最终，母公司三菱重工不得不做出选择，牺牲了三菱飞机制造公司，并注资2000亿元来维持三菱重工的日后正常运营。三菱支线客机最终拉下帷幕，退出支线客机的舞台。现如今，中国的 ARJ21客机已经正式运营，并且还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相比之下，三菱支线客机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不过，三菱支线客机的遭遇依旧值得中国去好好研究。虽然三菱支线客机的失败归咎于日本自己当初轻视了民航制造业，最终作死导致的，但是依旧给中国提了一个醒，那就是自主化产业的重要性。中国发展 ARJ21支线客机，实际上也是在为更大的目标干线客机 C919 铺路。作为首款国产大客机 ，C919 毫无疑问被中国人寄予了厚望。但同时 ，C919 面临的压力也大得多。除了技术上难度要更大 ，C919 直接挑战民航霸主波音与空客的地位，因此必然会被西方国家重点关照。我们知道 ，C919 并非是一架全国产化的客机，包括发动机等重要部件都是要依赖进口的。当然，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不借助任何外力单独造一架大型民航客机。不过，在中国有句话叫做“有备无患”。当初日本要造三菱支线客机，可是得到欧美倾情相助的。然而，随着项目不断超支，欧美企业见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便果断撤出，甚至会落井下石。被视为欧美盟友的日本尚且如此，何况是作为美国长期对手的中国？当初中国在开发新舟700支线客机的时候，就因为发动机遭到加拿大禁令，导致超过计划时间也未能首飞。另外 ，C919 客机在面临这样的情况，原计划在2021年 C919 就应该交付了，但现在却卡在适航证问题上。据获悉 ，C919 迟迟未拿到适航证，是因为在前往加拿大进行冰雪测试时被卡在签证上了。在民航业，如今还是欧美话语权更重，这就导致中国客机制造处处受到掣肘。2020年的时候，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一度计划禁运 C919 的发动机，可见形势并不乐观。当然，中国也不是没有应对手段。中国有句话叫做“有备无患”，在提升自身话语权同时，着力于发展国产制造，以应对不时之需，就是最好的手段。比如 C919 发动机问题上，中国已经开始投入国产长江1000A 发动机，用以替代进口发动机，最大程度上避免重蹈日本国产客机的覆辙。